俄黑海舰队再遭重创，一天之内接连损失了2艘战舰，乌克兰年产200万架无人机成为现实。乌军连续数日对俄本土发起大规模袭击，俄军多条战线推进受挫。乌官员表示，战争将以乌克兰和平方案结束。为促进和平的到来，德国为乌克兰追加了38亿欧元军援，并将2025年援助资金提高到了150亿欧元。菲律宾斥资4亿美元向日本追加采购5艘巡逻艇，提高海上作战能力。精彩资讯即将开始。军援乌克兰的武器刚到，逃至新西斯罗克港的俄黑海舰队就惨遭打击，一天之内接连损失了1艘扫雷艇和1艘巡逻艇。如今的黑海舰队真的只剩下黑海了。据悉，此次援助乌克兰收到了至少120枚 ATACMS 导弹，其中包括带有集束弹头的 M39和 M39A1 ATACMS， 以及配有230公斤弹头、射程达300公里的 M48或 M57 ATACMS。导弹一到位，乌军的打击接踵而至，给人一种只要打得快，俄军就没机会摧毁。经乌克兰证实，5月19日，乌军使用 ATACMS 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俄黑海舰队 266M 型纳迪亚级扫雷舰科夫罗维茨号和位于塞瓦斯托波尔港的22800卡拉库特级旋风号巡逻舰，并造成俄军士兵至少6死11伤。甚至5月20日，俄罗斯频道称克里米亚处于导弹警报状态，当地很多地区如琼加尔大桥、塞瓦斯托波尔港、克赤大桥以及战科伊、贝尔贝克等地预计还会再次受到攻击。如今的俄黑海舰队在克里米亚是1艘携带巡航导弹的舰艇都没有，已经称不上是一支舰队了。其1/3的主力战舰被乌军所摧毁，剩下的有一部分受损，处于维修状态，一部分躲到了新西斯罗克港，想着万事大吉，没想到最终还是没能躲过乌军无人机的追击。对此，前驻欧美军司令本霍奇斯表示，乌军的袭击使俄罗斯失去了对克里米亚的控制，并使俄军无处隐藏他们的总部、飞机和海军资产。而黑海舰队被打得只剩黑海，乌军是一点机会都没留。当然，这并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是乌克兰年产200万架无人机成为现实，其发动的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行动也并非只针对克里米亚。5月18日到20日，乌军无人机展开的大规模袭击还打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克拉斯诺达尔、列宁格勒、新罗西斯克等地，其中克拉斯诺达尔地区斯拉维扬斯克的炼油厂遭袭击被迫关闭，停有数十架苏34、苏25、苏27、米格29的库什切夫斯卡军用机场也遭到袭击。这是该炼油厂和机场短时间内遭遇的第2次袭击，俄军损失十分惨重。在列宁格勒，乌军再次动用超远程无人机跨越1400公里袭击了维堡油库。另外，有超过50架无人机飞向俄罗斯新罗西斯克展开行动，就连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都没能逃过打击，均因袭击发生大火，损失严重。目前，这种情况在俄罗斯已成为常态。乌军无人机的大规模袭击今后还会继续，他们已经成功找到制裁俄罗斯的新方式，这种打击将加速战争结果到来。而俄军连续3、4日无法拦截乌军导弹无人机的袭击，足以说明俄军防御系统出现了问题，也预示着俄军在未来将遭遇更大损失。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战区，俄军多处战线推进受挫。在热点地区哈尔科夫战争研究所分析认为，俄军正在不计代价地夺取沃夫昌斯克，从而发起对哈尔科夫的第2阶段行动。有同样想法的泽连斯基也表示，哈尔科夫只是俄军第1波攻击，后续还将迎来俄军数波攻击。同时，他也坚定认为乌军能阻止俄军前进，俄军在哈尔科夫会遭受大量人员和装备损失。此外，他还称，乌军在哈尔科夫、克拉马托尔斯克、波克罗夫斯基、库拉西夫等方向已发起反击。
俄罗斯士兵正遭受实实在在的损失。据最新情报显示，哈尔科夫多地区都处于灰色地带。在左侧利普齐方向，俄军遭到了乌军精锐部队的阻击，已无法继续推进。如俄军一个呼号为阿库拉的摩托化步兵营营长奉命前往占领哈尔科夫的利普齐，结果被乌军消灭。又或是在右侧的沃夫昌斯克方向，别看俄军已经占领沃夫恰河以北，沃夫恰斯克的部分地区还渡过沃夫恰河，但俄军付出每天伤亡破千的代价后，也只占领了沃夫昌斯克30%的区域，且目前不断被乌军反击，胜负犹未可知。值得注意的是，俄军在哈尔科夫方向的行动与以往有所不同，他们几乎不使用装甲车，而是使用大量面包车和高尔夫球车搭载成员进行高速推进，想要迅速拿下乌军定居点。结果这些脆皮车辆全成了乌军无人机的猎杀目标，来一辆炸一辆。据乌军参谋部称，俄军在哈尔科夫上一周就损失了1572名士兵和263套装备。俄军付出如此巨大代价，仍未占领沃夫昌斯克，而现在欧美军援正陆续到位，今后俄军想有所得，付出的代价将越来越高。在哈尔科夫周围的库皮扬斯克、克雷明纳莱曼地区，乌军在库皮扬斯克、辛基夫卡和特尔尼方向取得微小进展，总体战线没有什么大变化。在阿夫迪夫卡地区，俄军正继续向西，在索沃维维、乌曼斯克、内泰洛夫一线推进，试图将渠口拉平，但进展十分缓慢，给人一种被打怕的感觉。如乌军第47旅经常会使用无人机精准投掷炸弹，打击俄军坦克，使其殉爆。在该地区，俄军战果都是以米为代价推进的，损失巨大。在巴赫穆特地区，俄军趁着乌军将部队调往哈尔科夫，俄第98空降师等部队展开了对恰西夫亚尔的围攻，恢复了在卡纳尔运河危区的行动。只不过，即便俄军出动20多台装备、大量作战人员以及数小时的进攻，却仍未在恰西夫亚尔城内或郊区取得立足点。乌军海妖特种部队更是在恰索夫亚尔的反击战斗中趁机俘虏了9名俄军士兵。目前双方的战斗仍在继续。在马林卡、新海利夫卡地区，乌军第79旅在顿涅茨克地区帕拉斯科维卡村使用 GLSDB 炸弹袭击了俄军某一据点，导致至少20名俄军伤亡。俄军在克拉斯诺霍里夫卡、新海利夫卡推进同样缓慢，且代价极高。在扎波罗热地区，俄军宣称攻入了罗伯季涅，但大家都知道，如今的罗伯季涅早已被夷为平地，根本无法驻守，故意将俄军引到空旷地带，再使用火炮和无人机进行打击，最大程度杀伤俄军有生力量。目前双方战斗仍在继续，维尔波维处于灰色地带，且有扩大趋势。在赫尔松地区，乌军使用2枚高精度航空炸弹袭击了赫尔松斯塔拉兹布里夫卡村的俄军士兵部署地，并击退了俄军对克林基的攻击，展开反击。综上所述，通过各战线战况，俄军除了拥有人员优势外，在其他方面优势并不大，而乌军方面明显因军援到位而逐渐强势，士气高昂。火力军猜测，接下来的2个月，双方战斗将会十分激烈，尤其是在乌军开始动员的情况下，俄军优势将不复存在。加上乌克兰公布的俄军损失，这几日每天都损失了上千人，居高不下。如继续按这个速度，1周之后，俄军损失可能突破50万大关。对于俄乌战争的结局，乌官员表示，战争将通过乌克兰提供的和平方案谈判结束俄乌战争。5月20日，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秘书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表示，乌克兰意识到战争将通过谈判结束，因此准备并推广泽连斯基总统的和平方案。这里的和平方案指的是泽连斯基很早之前提出的10项提议，即1. 确保核与辐射安全；2. 确保粮食安全； 3. 确保能源安全；4. 释放所有被俘人员，让被驱逐者回家；4. 落实联合国宪章并恢复乌克兰领土完整和世界秩序；5. 俄方撤军并停止敌对行动；6. 重建正义；8. 反对生态灭绝；9. 防止事态升级；10. 宣布战争结束。其将于2024年6月15日到16日在瑞士举行的和平峰会上进行讨论。乌克兰总统新闻秘书发言人
谢尔西尼基弗罗夫称，届时与会者将制定乌克兰的联合谈判立场，并将其提交给俄罗斯。那这份和平方案，俄罗斯会接受吗？目前，泽连斯基的和平方案得到了欧美大多数国家的支持。若是能在瑞士和平峰会推广这个方案，将获得更多国家的支持。而俄罗斯方面虽然曾表示不排斥谈判，但要求乌克兰必须接受现在的战线和实际控制线，不能损害俄罗斯的利益。这是双方的症结所在。关于俄乌战争，火力军也认为其会以谈判结束，但最终会选择乌克兰的和平方案还是俄罗斯的和平方案，让我们拭目以待。目前的情况，欧美在制裁俄罗斯方面和援助乌克兰方面均保持着对大力度。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再次加重，在意大利北部斯特雷萨举行会议上，G7集团财长将讨论把冻结的2700亿欧元俄罗斯资产作为抵押品，向乌克兰额外提供300亿欧元贷款的合法性。我们知道，从俄军全面入侵乌克兰开始，欧美各国纷纷冻结了俄罗斯的海外资产，而如何使用这笔资金，至今已讨论了1年多了。如主张完全扣押冻结资产的人，无法说服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也无法在 G7集团内部获得足够的支持。但现在支持冻结俄资产的人又提出了一个新提议，即直接向乌克兰提供大额资金。在 G7集团领导人会议之前，美国和英国都认为，与其提供相对较小的金额，即每年利息中的5亿欧元支援乌克兰，不如直接向乌克兰提供价值约300亿欧元的贷款或债券，利息支付由大量冻结资产的收益提供资金。虽然尚不清楚该提议是否能打动欧洲央行行长和在 G7集团内部获得足够支持，但该提议已经明确排除了扣押和没收冻结俄罗斯资产，并将其转移到乌克兰作为赔偿预付款的可能性。对此，乌克兰方面自然不乐意，而且俄罗斯更不可能放任这种事情的发生。据说，俄罗斯将通过国际法院进行上诉，并持续打官司，阻止相关国家冻结、没收、处置俄罗斯资产。比较有意思的是，这时候俄罗斯着急开始遵守秩序打官司了，之前入侵乌克兰怎么不想着遵守秩序呢？在援助上，德国扛起了大梁。据图片报5月19日报道，德国国防部长正寻求为乌克兰再次增加军事援助预算。据悉，2024年，德国将为乌克兰提供预算71亿欧元的援助。如今，德国已耗费68亿欧元，援助仅剩下3亿欧元。预算花完了怎么办？一个字：加。5月15日和16日，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会见了德国总理舒尔茨和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安·林德纳，要求2024年为乌克兰追加38亿欧元的军事援助。该提案将于6月提交德国议会讨论并批准。同时，德国还计划2025年拿出150亿欧元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除此之外，德国近期推动的防空联盟还为乌克兰筹集了10亿欧元资金，并向乌克兰提供了第3套爱国者防空系统。皮斯托里乌斯甚至表示，德国还将向乌克兰提供艾瑞斯 T 系统、猎豹防空系统和火炮弹药。德国支持在导弹与防空联盟框架内长期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特别是德国莱茵金属等军工厂每周生产的弹药都将积极运往乌克兰。可以说，德国是欧洲援助乌克兰最给力的国家，援助金额排第一。坚持地认为，只有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援助，才能让欧洲赢得和平。除德国外，其他欧洲国家也有所行动，如英国紧急向乌克兰提供了80枚防空导弹、100万发弹药、20辆两栖全地形车、20套扫雷系统、约30箱备件和消耗品、无人侦察机和制服等。法国也在为是否禁止乌克兰使用法国武器袭击俄罗斯领土问题展开讨论。总之，欧洲国家和美国的不断援助将更有效对抗入侵俄军，甚至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军造成巨大损失。如据美国称，乌克兰的袭击破坏了俄罗斯14%的炼油能力，导致俄罗斯国内燃油价格上涨。如今的俄罗斯面临明显的燃料短缺问题，而且乌克兰正加大攻击力度，以耗尽俄罗斯的战争资源。
为了拥有更强的海上作战能力，菲律宾斥巨资4亿美元从日本追加采购了5艘巡逻艇。据菲律宾外交部发布的声明显示，菲律宾外交部长马纳罗与日本驻菲律宾大使远藤和也签署文件，将采购5艘多用途快速反应艇。MRRV 艇长44米，展舷7.5米，吃水4米。有2台 MTU-12V 4000 M93L 柴油机驱动，最大航速25节，续航速度15节，可续航2800公里，可携带5名军官和20名士兵。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指挥官加万15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MRRV 巡逻艇未来将成为主力船，而追加采购的5艘 MRRV 将帮助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提高其海上行动能力，预计于2027年到2028年交付。截至目前，日本已通过日元贷款向菲律宾提供10艘巡逻艇。2022年，日本首次交付了2艘 MRRV 巡逻艇，并进行了队员训练。除此之外，日本与菲律宾还在推动防务合作协议签署。本月早些时候，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忍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同意推动尽早签署互惠准入协定，以加强安全合作，为联合演习创造便利条件。要知道 ，RAA 协定的签署相当于放宽了双方在武器和资源方面的限制，双方合作将更加紧密。根据最新报道，法国陆军近日进行测试，将自动榴弹发射器集成到格里芬和叟猫等多用途装甲车上，未来会把它们当成天蝎计划的一部分。这些车辆上配备了一个遥控炮台，能够容纳12.7毫米和7.62毫米的机枪，或者是40毫米的自动榴弹发射器。无论是格里芬还是叟猫，都是为了让装甲车队更现代化。格里芬在2017年开始生产，2019年开始投入使用，是一种多用途的装甲车。格里芬具有先进的保护装甲、远程医疗和尖端战场的网络能力。叟猫则是一种更轻的多用途装甲车，它的形态更加的紧凑和敏捷，让它能够更好地适应快速机动性和灵活性操作。叟猫采用先进的通信系统和模块化装甲，可以匹配各种武器系统。此次格里芬和叟猫装备自动榴弹发射器，能够让陆军适应当代威胁的同时，还能够确保和其他北约国家部队有更好的相互操作性。近日，印尼空军宣布，此前定制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5架 C130J30 超级大力神，最后一架已经到货。随后，印尼国防部就发布消息，称第5架 C130J30 已经送到了雅加达的印尼空军基地。印尼国防部表示，5架飞机都将部署在印尼空军基地 TNI-AU 空军中队31中队。并补充说，购买这批飞机是为了加强第31空军中队，因为该中队运营的除了 C130 之外，剩下的就是在1980年和1990年从国内民用航空公司购买的 L10030大力神。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俄军前线多线受挫、俄乌战争会以何种形式结束都有哪些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